DIY 皮卡房车自驾来到了全国离得最近的两个县城，山西的保德县和陕西的府谷县，两地仅隔了一条黄河，过了桥就是。到了保德了，河对岸这边就是府谷县，陕西的，这边是山西的保德县。这一不留神就出山西要去陕西了，河对岸就是陕西。到陕西了。府谷呢，它是陕西的榆林市底下的县，也是资源型的城市。然后保德呢也是，但是保德因为很多东西它是山西的煤矿是国有的嘛，包括一些资源型的矿产。然后陕西这边它就有一些西部大开发的利好政策。所以两个城市，两个县呢，虽然紧挨着，就隔着一条黄河，相隔也就100米，但是府谷的 GDP 是保德的8倍多。顺便说一下，府谷县是26万人口，保德县是14万人口，人口都不算多。GDP 呢，21年府谷县是700多亿，保德县是120多亿，相差6倍左右。人均 GDP 呢，其实府谷县非常高，这个数据28万多的人均 GDP， 其实在全国能排到20多名，在全球这个 GDP 的水平，人均的应该是前50吧，在国家里面。两个县呢，相互交流交通都是很容易的事儿，过了一条桥就是了。那也正好拍一下两个县城。现在是在府谷，陕西的府谷，真是小香港啊！陕西小香港，感觉无论是府谷还是保德呢，都是依山而建，因为他们的旁边都是黄河，那黄河旁边肯定是一个斜坡的山嘛。这个府谷的路也是弯弯曲曲，有一些坡度。陕西榆林的府谷的老城，也是老城新修。里面呢这些都是正常的民居，然后外面修缮了一下城墙，底下是黄河，然后河对岸就是山西的保德，山西忻州的保德县。新修的一个小城门楼，我们决定。对，肯定是新修的。是，你看这砖，它不可能宋代的啊，这楼也不会宋代的，这就是00几年的楼。这个我们决定就穿过这个抚州城吧，就是到它有一个千佛洞，其实应该也是新修的，但是算是个景点啊，因为它这个县本来也不是说以旅游见长的。车先停在这个北门，然后穿过城走到黄河边，估计20多分钟吧，然后再溜达回来消神。进了城往里走走，还是有点这个古物的痕迹啊。但现在整个这个老城里面，其实居民啊还都是比较多，可能是这个，应该还是那边建。这墙都倒了，别有天地。有点衰败啊，但确实上年头了。这个这是一个戏台，应该是70、80年代建的，有些破败了，但也是近期村民也重新补修过。觉得可能更多是城里的一些老人，有一些需要心灵慰藉的，会来这里拜一拜。很安静的一个小庙。
这民居真的上年头了。您是哪边过来的？河对面。哦，河对面。哦，保德。河曲线过来的。对，河曲线。本来想停保德，后来走错路了，直接拐到府谷这边了。啊，沿黄河路下来的吧？对。前你看我们小时候，你买啥东西赶集啊，都过来这边买，这边东西比保德便宜一点。现在好多过来这边购物啥的，府谷这边也富裕。应该在这下面。走看看。这应该是府谷古城的南门，好像是最大的一个吧。看看，先上去。黄河顺流而下。抚州城南城门。这边有条小路，可以直接到千佛洞。洞头，这台阶真是挺敢秀的，很陡。哦，然后这边就是千佛洞。它主要是这一面墙。哪个朝代的？古代十国的。黄河沿岸的老城，这边就是黄河。老城墙和现在古城之间的空地，村民用来种田，利用的非常好。黄河、夕阳。The next morning， 在府谷启程了，穿过这个桥就是保德。府谷的市区也就陕西嘛，然后出租车都是近的，近 H 是忻州，人这个路上都写着秦晋之好。确实啊，这个交流这么密切，就像一座城市一样。保德这边呢是有一个检查站，可能是现在也不是什么特殊时期，所以没人检查，就直接穿过来了。上面是好多摄像头。已经到了山西保德了。昨天我们在府谷的老城溜的时候，碰见一个保德过来的大叔，问了一下，他说保德这边呢，其实吃的也是那个酸粥，还有这个碗托，反正几样和前几个县差不多，博区啊、偏头关啊、偏关那边都差不多。保德的小路确实比府谷那边稍微衰败一点。府谷给我的感觉就像，确实像一个小城市了。然后保德这边呢，确实是一个偏县城的感觉。至少这条小路啊是。它和偏关比，你觉得哪个繁华呀？还是这个繁华一点？不是一个规模。对。偏关明显其实它人口规模很小，就感觉这边就特别像老小区。对。然后像府谷那边呢，是有一些新的楼，很多新的楼。你看对面，对吧？对面这就是府谷。粗略的在城市绕了一圈，大路小路绕了一圈，下一站会往朔州那个方向走，会经过五寨河池、宁武。你看往前走了一点，保德这边的这个新的楼也不少，而且它是很狭长的一个县城，就沿着黄河而建。这边就规整很多。对，你看这边保德的这边还有楼呢，府谷这边是已经没楼了。对，已经是山了，所以两个县城位置上有一点错位，但基本上都是河对岸，很近的。你看这边保德，它这个建设就好了不少。保德应该是更偏东北边发展，然后府谷会更偏西南边往西发展，然后但他们的老城区应该是隔着这个黄河大桥是对位的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，我理解。
现在的路线是沿着黄河1号旅游公路往北走，然后呢就会驶入010乡道，可以经过神池线之后呢，可以选择到这个。刚才有一个关卡给我拦住了，然后结果是让吹酒驾的。早上9点钟，这早上9点，这边真的是有早酒这一说吗？